这节课呢，我要给大家讲讲有关圆的轨迹问题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类型题。好，看下例题一，已知直线 L1 x 加 ty 减5等于0，直线 L2 tx 减 y 减3t 加2等于0。好，我就读到这儿，我有两个感受。第一呢，每一条直线它都是直线系方程。L1 和 L2 都是含有字母的，它是直线系方程。那我在整理已知的时候，我一定要先干嘛呢？过定点看一看它们都过了哪个定点。好，提取不同的值物代表不同的直线，让题不起作用。首先 y 就等于0。0乘以任何实数都等于0，0加上 x 减5等于0，那么 x 就等于5。所以第一条直线 L1，它果然横过定点5到0，这是 L1。同样道理 ，L2 直线呢，它也横过定点，因为这条直线呢，它也是含有字母的。所以呢，我把它稍微整理一下和 t 有关的项，结合到一块 t 提出来 ，x 减3加上把2写前边，2减 y 等于0。为了让题不起作用 ，x 减3等于0，x 就等于3。0乘以任何实数都是0，加上它等于0，y 减2，2减 y 也等于0，所以 y 就等于2。所以 L2 直线它也横过了定点，它横过3到2这个点。好，这是第一条。两条直线都过定点，而且过的定点都被我找到了。那么我在读题的过程当中，我还有一种感觉，你看 x 加 ty，tx 减 y， 所以呢 x 的系数和它是相反数，t 的系数和它是一样的。同学们还记不记得我给大家在讲直线的时候讲过直线的巧设？如果我给你一条直线，它是 ax 加 by 加 c 等于0，那么和它垂直的直线就是 bx 减 ay 加 m 等于0。所以呢，它们两个直线对应系数的积1乘以 t 加上 t 乘以-1恰好等于0，我就能够推出 L1 和 L2 是垂直的，当然反过来也一样。所以这两条直线它还是互相垂直的。那我就大致的画一下图吧。它横过的定点5到0在这儿 ，x 轴上的点，它横过的定点3到2大概在这个位置，这是3到2。经过这个点的直线，随便画一条，和经过这个点的直线，它们是互相垂直的。这个是L1 直线横过5到0，L2 直线横过3到2，它们俩还是互相垂直的。它们俩相交于点 A， 垂直的这个点直角顶点恰好就是点 A。然后让我求点 A 的轨迹方程，也就是满足条件的点 A 有无数个满足条件的这样的点 A， 它们集中到一块儿，点 A 的集合，点 A 的轨迹，我就求无数个点都满足条件，那么这样的点的集合，这样的点的轨迹方程，所以这个就是点 A 的轨迹方程。很显然呢，我把这两个定点给它取两个名字，一个叫点 P， 一个叫点 Q。那么点 A 呢，你只要保证经过点 Q 的直线有无数条，经过点 P 的直线有无数条，你只要保证你们俩互相垂直 ，A 做直角顶点就可以了。显然呢，我们知道直径上的圆周角它是永远等于90度的，所以我就把 PQ 一连，点 A 你一定是落在哪儿呢？落在以 PQ 为直径的那个圆上。
那么点 P 的坐标知道，点 Q 的坐标知道，以 PQ 为直径 ，PQ 的终点当然就是圆心了。那圆心的坐标是啥呢？两个端点的坐标相加，3加5是8除以2，所以它圆心的坐标就是4，横坐标是4，2加0除以2，所以圆心的坐标我们就知道了，它是4·1。那么我要以 PQ 为直径，所以半径是多少呢？以 PQ 为直径的圆，我要求半径，我首先把 PQ 求出来，它就等于根号下5减3，2的平方加上0减2还是-2的平方，那就是2的平方，所以它是8，2倍根号2。那半径呢？它是直径，因此半径就等于根号2，所以我所求的圆的方程就是 x 减4括号的平方加上 y 减1括号的平方等于2方等于2。点 A 满足条件的点 A， 它就落在满足条件的点 A， 它就落在这个圆上了，所以圆的方程是 x 减4的方加上 y 减1的方等于2，这个就是点 A 的轨迹方程。好，这是第一题。接下来我们再看一道题，大家抓紧时间读题。下一个题呢是已知圆 M 过点 N 的这条直线和这个圆 M 交于 AB 两个点，点的是 AB 的终点，我要求点的轨迹方程。好，我先根据题中给我的已知条件，我先把草图画一下。首先建立直角坐标系，这个圆的圆心显然是2·0，半径是等于2的，1、2，这是圆心，它是圆 M， 所以它是 M， 半径等于2，说明我这个圆和 Y 轴是相切的。经过1·0，1·0是点 N。它的坐标是1·0，这是 y 轴上的一个点。经过它做了一条直线和这个圆 M 相交，那么我就随便的做一条直线和圆 M 交于点 A 和点 B 两个点。的是 AB 的终点，我就取 AB 的终点的。你看，我们在读题的时候就要捕捉有效的信息，要找它突出的几何特征。现在是不是出现终点了？这条直线和圆相交被圆截得的线段当然叫做圆的弦呢，所以我一定要把圆心和点的连上，经过圆心垂直于弦的直线，把弦平分，而且平分弦所对的两条弧。那么如果我连接圆心和弦的终点，它一定也是垂直的，这个我们在初中就学过，它是垂径定理。那现在我要求谁的轨迹方程呢？我要求，因为我经过点 N 所做的直线能有无数条，刷刷刷，能做好多条，无数条直线，每一条直线被圆截得的弦，它都有终点，我就会有无数个终点。那么那些个终点的轨迹方程，所以我要求点的轨迹方程。我应该咋求呢？求谁设谁，设点的坐标为 x y， 记住这句话叫做求谁设谁，求谁的轨迹方程就设它的点它代表无数个点，它是无数个点当中任意的那个点，它的坐标是 x y， 这对 x y 所满足的方程当然就是那无数个点的集合，无数个点集中到一块儿，它的轨迹那个方程。好了，
那么我设完点灯的坐标以后啊，我怎么求它的轨迹方程呢？由于对m 是垂直，AB 的，那么很显然呢，这个是 n 啊 ，n 对跟对 m 是垂直的，那么对 m 向量就垂直于对 n 向量，两个向量垂直，我们就得到对 m 向量乘以对 n 向量，它是等于零实数的。点对的坐标我设完了，对 m 的坐标我就能求，对 m 向量的坐标就是终点坐标减起点坐标2减 x 逗0减 y 负 y， 它乘以谁呢？对 n 向量，终点坐标减起点坐标是1减 x 逗0减 y 负 y， 它俩相乘等于0。两个向量相乘，横坐标乘以横坐标，2减 x 乘以1减 x 加上纵坐标乘以纵坐标负 y 乘以负 y， 它等于 y 的平方。所以我就得到这样一个式子。那么把它整理一下，变成2，我给它展开2减 2x 减 x 加上 x 方加 y 方等于0。x 方减 3x 加上一次性系数1半的平方3/2，那就是加9/4。x 方是这一项，负上 x 是这一项，我加的是9/4。原来这2呢，它是8/4，其实我就多加了一个1/4，右边也加个1/4。这3项结合到一块儿，变成 x 减去2/3的平方加 y 方，然后等于1/4。所以你看，点对儿它的坐标是 x y， 这对 x y 代表了所有经过点 N 做的直线被圆截得的那段线的终点，代表所有的那些终点，所有的终点都满足的方程就是终点的轨迹方程，也就是点 M 的轨迹方程。好，这是第2个题，求谁设谁。接下来我们再看一道题。下一道题，大家快速的读题。已知等腰三角形ABC 的底边所对应的顶点 A 我画示意图就不见细了，为的是快速的解决问题。这是 ABC， 顶点 A 的坐标是4逗2，底边的一个端点点 B 的坐标它是3逗5。我要求点C 的轨迹方程，由于它是等腰三角形，底边是 BC， 那么腰就是 AB 和 AC， 所以点 C 在哪儿呢？我只要保证 AB 和 AC 相等就够了呀。点 C 是什么点？点 C 不确定，它是个动点。AB 的距离确定吗？当然确定了。我先把 AB 的长求出来 ，AB 就等于根号下4减3的平方加上2减5的平方，它等于1，3×3=9，它等于根号10。那么根号10是 AB 是等于 AC 的，所以 AC 就等于根号10。A 是个定点 ，C 是个动点。我在干嘛呢？我在剖析问题呀。那你这个式子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一个动点到一个定点的距离等于一个定值，一个动点到一个定点的距离等于定长。很显然，这样的点的轨迹当然就是圆了。
所以点C在哪儿啊？点C它就在以 A 为圆心，以根号10为半径的，定常就是根号10吗？以根号10为半径的圆上。所以 C 的轨迹方程，我立刻回归了圆的定义，马上我就把它写出来了。C 的轨迹方程为，我是以 A 为圆心 ，x 减4的平方加上 y 减2的平方，以根号10为半径，半径的平方是10，所以等腰三角形另一个端点 C 的轨迹方程就是 x 减4括号的平方加上 y 减2括号的平方，然后等于10。那么这里边呢，我要把谁除去呢？我要把点 B 抠出去，对吧？点 C 的轨迹方程，我要除去3到5这个点。因为点 C 你要是落在这儿的话，那么点 C 要是落在这儿，那它就不能构成三角形了。所以我要把这个点除去，这是这道题容易忽略的地方。就除去这一个吗？当然不是了。如果你这个点 C 在这个位置呢，那它在一条线上，它也不能构成三角形了。所以我要把这个点也除去。那这个点是谁呀？这个点我先用 MN 表示一下，然后 A 它是圆心，显然的 A 是它的中点，所以中点的坐标就等于3/2加 M， 所以 M 就等于20的8减3，M 就等于5。中点的纵坐标2等于2/n加5，所以 n 就等于22的4，把5移过来，4减5是-1，所以这个点的坐标就是5到-1，我把5到-1也得除去，所以后边要标上除去3到5和5到-1这2个点。好，这是一个小细节，大家一定要留意到，也就是你要画图表达出来。你既然构成三角形，你是不能落在点 B 处的，你也不能是落在点 B 和点 A 直径的另一个端点处的。这是另一个题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看一道题。接下来我们看的这个题，这道题是如图图在这儿，我把刚才写的求谁设谁这个擦掉。这是已知点 A -1到0，点 B 的坐标是1到0，给它们都标在图上。圆 C 是圆上的点，这是圆 O，C 是单位圆上的点，有异于 A 点和 B 点不能和 AB 重合，它是一个动点。然后连接 BC 并把它延长到的，使得 C 的等于 BC。你看特征又被我找到了，它又出现中点。我们时刻要抓住它的特征它 C 是它的中点。然后求线段 AC， 把 AC 连上，把 O 的连上，它们俩的交点是 P。让我求点 P 的轨迹方程。C 点不断的在动 ，BC 呢也不断的在动 ，AC 呢也随着点 C 的变化而变化，所以呢，这个 AC 和 O 的交点它也不断的在动。满足条件的点 P 有无数个那些个点的集合它的轨迹，我要求的就是这个点 P 的轨迹方程。好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
老师说过求谁设谁，所以我就按照老师说的去做啊。我要求点 P 的轨迹方程，我就设点 P 的坐标为 x y。所以我们设点 P 的坐标为 x y。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找 x y 的方程啊，我现在要找等量的关系。那我怎么找呢？我就没有太明确的思路的时候，我就把所有的已知隐含的条件都挖掘尽。你给我终点了，可是我并不知道点的啊，我并不能用点的和点 B 来表示它，暂时表示不了。所以呢，我就再看，那你点 P 是个什么样的点呢？O 是 AB 的终点，我把的 A 也连上，说明的 O 是三角形 ABC，AB 的其中 AB 边上的中线。AC 是谁呢？是三角形 AB 的 B 的边上的中线。那很显然，我要是连接 BP 并把它延长，它也一定是 A 的边上的中线。大家都知道，三角形3条中线一定是交于一个点的。三角形3条中线的交点叫做三角形的什么心？重心啊。我们一共学过4个心：内心、外心、垂心、重心。3条中线的交点就是重心。谁是重心 ？P， 它是重心。那重心的坐标怎么求？和3个顶点的坐标有关啊。如果它的坐标是 x1y1、x2y2、x3y3，那么中心的坐标，这个大家要积累下去，我给大家写一下啊。这个知识点，抛开这道题，这是随便的一个三角形 ABC， 点 A 的坐标是 x1y1， 点 B 的坐标是 x2y2， 点 C 的坐标是 x3y3。连接顶点和对边终点，连接顶点和对边终点，连接顶点和对边终点，它就是重心。重心的坐标是 x0y0， 即为重心。所以 x0 重心的横坐标是x1加x2加x3，y0 就等于y1加y2加y3，这是重心的坐标公式，大家要记下去。所以我要表达点 P， 点 P 的坐标是 xy， 我要找它的方程吗？我就跟这3个点有关，点 A 知道了，点 B 知道了，现在就差点的不知道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就要表达点的。那我应该怎么表达呢？当然要借助终点来表达。所以我只有一个点 B 不行，没办法，我就要把点 C 的坐标也设出来。设点 C 的坐标是 x0y0， 点的坐标呢，我想用它们俩来表达，暂且设为 MN。所以根据终点的坐标公式 ，x0 它是等于m加1，所以我就得到 m 等于把2乘过来，2x0减1，终点的纵坐标 y0等于n加0，所以 n 就等于2y0。你看，我说暂且用 mn 来表示，我现在求完了，它就是 2x0减1是横坐标，这个我就不要了。暂且设为 mn， 现在我求完了，纵坐标就是 2y0。好，那么我现在就要表达重心，重心 x 就等于1/-1加1加上2x0减1
纵心的纵坐标3个顶点的纵坐标相加除以3，0加0加上2y0，那就是2y0。这个是负1正1约掉了。顺到这儿啊，我并没有求出 xy 的方程啊，可是呢，我找到了点 P 的坐标和点C 坐标的关系。那么点C 它不是普通的点，它是这个圆儿上的点啊，因为C 在圆儿 x 方加 y 方等于1上，所以点C 的坐标当然就满足圆的方程。你看 x0 y0 就满足这个方程。我要求的是 xy 的方程啊 ，x0 和 x 有关系 ，y0 和 y 有关系。那么我就用 x 的代数式来表达 x0， 把3乘过来，把1移过来。x0 2x0 等于 3x 加1，把2除过来，把它乘过来，所以 y0 就等于3y。x0 y0 有方程 ，x0 就是它 ，y0 就是它，所以我就把它们俩搬到这里来，于是我就得到3x 加上1/2的平方，加上 y0 呢是3y 括号的平方，它就等于1。那么这个式子啊看起来不太好看，我再整理整理啊。怎么整理呢？我就提出来一个3/2，这项呢就剩 x 了，这项呢就剩1/3了。你可以验算一下，它们俩一相乘2/3x 加上3约了是1/2，它的平方加上9/4y 方等于1。这个呢也是9/4倍的 x 加上1/3的平方加上9/4倍的 y 方等于1，每一项都乘以9/4，所以我就得到 x 加上1/3的平方加上 y 方等于9/4。这回看起来漂亮了。好，我就把点 P 的轨迹方程求完了。因为我这对 xy 恰好就是点 P 的坐标 xy， 那么这种方法叫做什么呢？这种方法我们把它叫做本来点 P 满足的等量关系我找不到，没有，可是点 P 的坐标和点 C 的坐标有关，我用点 P 的坐标的代数式表示点 C的横坐标，还有点 P 的纵坐标的代数式来表示点 C 的纵坐标，而我这个 C 是在已知曲线上的，我在圆上，我的坐标满足这个，然后我把这对带有 x 的带有 y 的置换进去，那么这种方法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叫做转移代入法。借用你的方程，你不在圆上吗？我的坐标跟你有关系，那么我的坐标就满足这样的方程了，叫做转移代入法。所以大家就会感到我们做的题就越来越复杂了因为越学越难了。等将来学到椭圆、双曲线的时候，那题就更难了，更大了。所以当我遇到题没有思路的时候，我怎么办呢？就是你告诉我什么，我就把它表达出来。然后你为什么告诉我终点呢？我这儿也是有终点的呀。然后我一连呢，我就发现你是有身份了，你这是重心了。然后重心的坐标呢，就跟3个顶点的坐标有关。所以呢，我就把 C 的坐标设出来了，然后我就把它表达了，3个点的坐标都有了，那重心的坐标我就能表达了。表达完了之后，可是它不是方程，但是我找到我和 C 的关系，它有方程，我就带进去了。所以要经常做一做
题捋顺从头到尾的思路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再做一道题啊，我们再看一道题。这节课我们做的题有点多。我们学习了一个方法，叫做转移代入。看一看下一个题，它体现了什么？下一个题我们又怎么做呢？大家先读题。这道题呢，它是圆儿，在这儿，半径是2，半径等于2。圆心的坐标原点，它和 y 轴的正方向交于点 A， 点 A 的坐标就是0到2。点 B 在 y 等于2上 ，y 等于2是这样的一条直线，显然它和圆是相切的。那么这个就是直角了呗。经过点 B 做圆 O 的切线，经过点 B 又这样做了圆 O 的切线。C 是切点，连接圆心和切点的半径和它是垂直的。三角形 ABC 的垂心刚才我们说了，纵心是3条中线的交点，垂心呢，垂就是垂直，垂心显然是3条高的交点。3条高的交点 ABC 是谁呀？ABC 这个3条形，3条高，现在1条高线也没有，那我就经过点 C， 向 AB 做垂线，看看是不是有1条高了？然后我再经过点 A， 做 BC 的垂线，不用做3条，你再经过点 B 向 AC 做垂线，它也是经过这个点的，所以我们就做2条就够了啊。做太多这个线就有点乱了。它的垂心是 H 它是不是落在圆轴上我们是不知道的。我现在就把它 H 标出来，这是它的垂心。我要求的就是垂心的轨迹方程。好，刚才老师说过什么呢？老师说求谁设谁。要求点 H 的轨迹方程，我就设点 H 的坐标。我要找这对 x y 所对应的方程，那我们怎么办？不是上来就有思路的。设点 H 的坐标为 x y， 不是上来我就一下子看到底了。它到底怎么做，我就非常顺畅的知道了。那么这个时候你就需要，你知道什么就做什么，你把所有隐含的已知都挖掘出来，那么这道题就一定能够解决出来了。好，怎么挖掘呢？大家想一下。好了，OC 是垂直于 BC 这条线的。AH 这个字母我就不再标了我就说 AH 它也是垂直 BC 这条线的，所以呢，垂直于同一条直线的2条直线是平行的。我们发现 OC 是平行 AH 的 ，OC 平行 AH。接下来呢 ，OA 是垂直于 y 等于2这条线的 ，CH 一延长，它也是垂直于这条线的，那就说明 CH 和 OA 也是平行的 ，CH 和 OA 也是平行的。在四边形 AOCH， 在四边形 AOCH 当中。OC 跟 AH 平行 ，CH 和 OA 平行，两组对边分别平行，那么这个四边形是什么四边形？平行四边形。这个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。那么它除了是平行四边形之外，
我还发现这组邻边是相等的，有一组邻边相等的平行四边形，所以它是菱形，所以四边形 AOCH 是有一组邻边相等的平行四边形，那么它就是菱形它是菱形。菱形，那么 OA 向量显然就等于 CH 向量这种对边平行且相等嘛 ，OA 向量是等于 CH 向量的。OA 向量我们能求主要是点 C 的坐标我们知道吗？点 C 的坐标不知道，我就设成 x 撇 y 撇。OA 向量的坐标从坐标原点出发的向量的坐标就是点 A 的坐标，它就是0逗2。CH 终点坐标减起点坐标是 x 减 x 撇逗 y 减 y 撇。两个向量的坐标相等，那么 x 减 x 撇横坐标等于横坐标 y 减 y 撇就等于2，所以我们就得到 xy 与 x 撇 y 撇的关系式。我就是在不断的表达已知，不断的在挖掘已知，把我能够表达出来的、挖掘的、隐含的条件都找出来了。所以呢 x 撇它就等于 x，y 撇呢移到右边，2移过来，它等于 y 减2。点 C 它不是普通的点，它是切点，它既在切线上，它也在圆上。这个圆的方程是什么？是 x 方加 y 方等于4。点 C 撇是圆上的点，所以 x 撇方加 y 撇方就等于4。可是我要求的是这对 x 满足的方程x 撇和 x 有关系 ，x 撇就等于 x， 所以它就是 x 方。y 撇呢，它等于 y 减2，y 减2的平方等于4。那么这里边的 xy 就是这个点 H 的坐标 xy。所以点 H 的坐标 xy 所满足的方程就被我找到了，它就是个圆儿。那这道题它也用到了什么方法？转移代入法。所以呢，同学们在做题的时候，不是我看到题立刻就有思路，而是我把所有能够表达的都表达，把所有隐含的已知都把它表示出来，都把它挖掘出来，表示出来。走着走着，水到渠成，我们自然就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，然后就顺利的把题做出来了。好，这节课呢，我给大家讲了有关圆的轨迹问题，它是很重要的一种题型。下次课呢，我依然要给大家讲圆的轨迹问题，我要给大家讲若干种方法。今天呢，突出的方法就是转移代入法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这么多，下次课再见。